成功是有迹可循的，掌握一定的规律，每个人都能获得成功。很多人对成功理解有误，他们心里觉得成功不可复制，自然而然也就觉得成功是没有规律的。成功确实不可复制，世界上不可能有2个一模一样的巴菲特，但成功的规律却可以借鉴。假设巴菲特有100条成功经验，你不可能100条都往自己头上照搬，但如果我们能借鉴上其中的1条，我们的人生走向都会大不一样。多学习一些规律，能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多，不就走向成功了吗？别再傻傻的埋头努力了。说句残忍的话，如果你继续埋头努力下去，一辈子都没法获得太多的成就。一个人想要成事、成功，努力只是很小的一个因素，决定性的因素。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我先介绍一个人，他是张磊。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不是他不牛，而是他太低调。张磊出身普通，差点连初中都没考上，当时的录取线是140，他考了141，可后来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个人身价上百亿，把高瓴资本从0做到5000亿，这些年也一直在重仓中国、京东、百度、腾讯，背后都有他的投资。今天我们来看张磊这位大佬的成功创富智慧。你没法成为第2个张磊，但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少关注大事，专注把小事做好。有一个段子，月薪3000的人讨论的是世界格局，月薪1万的人思考的是管理心得，月薪10万的人思考的是明天怎样招待好某个客户。越穷的人越喜欢关注大事，在他们的认知里，关注大事似乎才有大成就。越有钱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几乎不关注大事，而是聚焦在小事上。他们知道，小事才是创造财富的核心。大事一般人做不到，需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把大事做好。所以，一个普通人如果总是关注大事，那他的进度永远都只会停留在想的阶段，根本没法落实下去。这不就是浪费时间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现在刚刚步入职场，基本的工作能力都还欠缺，但是你整天想着怎样创办一个好公司，怎样让自己的创业公司上市，你会发现，无论你想多久，你都在原地踏步，因为你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让你想清楚做到怎样把你的公司搞上市。所有大事的本质都是小事，你只要把小事做好了，大事自然而然就能做好。关键小事想起来简单，做起来也简单啊。举个例子，你渴望的大事是能拥有自己的一家公司，那你现在开始去天天学习，打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别人互动，积累自己的人脉，高频率的做这些事。一段时间之后，当你想创办公司的时候，你会发现变得非常简单。其实你只要对生活多一些观察，就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现成例子。张磊说了一个公牛集团的例子，他们集团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到全国多少名，而是专注在小事上，比如质量与安全性，努力掌控好供应商与原材料那边的筛选标准等等，结果越做越牛。看了这点之后，你会更重视做小事了。做小事很简单，但要坚持做，量变才会质变，这里难度就会增加。分享给你一个方法，叫及时反馈法，也就是我们每个正向的动作，我们都要给自己反馈。比如你坚持阅读了1次，就奖励自己吃1次喜欢吃的东西。2，在哪都把自己当老板。把自己当老板的人才会越来越富足，有一天真的成为老板。可惜的是，很多人在公司从来不把自己当老板，而是把自己当打工的。一个人把自己当打工的，一辈子就只会是打工的。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作是公司打工的，那他的任务就只是把手头的工作完成，其他的事碰都不碰。看上去好像合情合理，但其实问题大了。很多公司的工作任务被拆得非常细，尤其是在规模大的公司，每个人只是某个任务中的一个螺丝钉，可想而知，能做的东西非常有限，那能学到的自然就只有那一点螺丝钉的事情。我有一个亲戚做出纳的，每天就那么一点工作内容，收钱、
发钱，他工作了20年，还是做出那，能力没什么变化，收入也普普通通。如果你让他去做别的事情，根本做不来，没那个能力。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老板，即便手里做的工作内容很少，也会想尽办法去公司中学习，可以和别的同事交换一些事情去做，可以主动参与一些关键会议，甚至可以选择调岗。接触的全面了，能力也就有了全面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具备了老板思维，因为是把自己当老板对待，所以即便是做螺丝钉的事，也是以老板视角去思考的。从全局来看，怎样做这个螺丝钉的事会让公司更好。张磊和别人共事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把自己当老板，他便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老板的素质。那如何习惯性把自己当老板去思考问题呢？一个核心，优化思维，也就是无论做啥都去考虑怎样才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完美，每件事都做得越来越好，我们的人生也就越来越好了。这便是大多数老板做的事。3. 从不玩零和游戏。很多人对这个词有点陌生，虽然词陌生，但生活中很常见。一般一场竞争，游戏中有输有赢，最终总和为0，这就是零和游戏，看上去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但如果一个人经常参与其中，不去拒绝，会很难获得人生成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公司里一个团队的人都有零和游戏的思想，那这个团队会内耗得筋疲力尽，他们会一定要竞争个你死我活，一山不容二虎的那种感觉。本来是一个集体在努力做业绩，到最后变成1-2个人做业绩了，再强也不如集体。张磊做投资也是一个拒绝零和游戏的状态，他全身心地帮助别人赚钱，自己顺便从中获益，然后口碑积累起来了，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他处在一个零和游戏的状态，那他可能不会去想怎么帮别人赚到钱，而是只关注自己能不能拿到钱，至于别人的收获不重要。很多奸商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坑蒙拐骗，搞到钱再说，也不管客户。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些抽象，那可以把零和游戏理解成利己，只管自己的收获，而摆脱零和游戏的人，则是处在一个双赢思维的状态下，尽可能让多的人获益。长期利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远离我们。今后我们需要独自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能获得的成就十分有限。人都爱利益，双赢能让我们赢得人心，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有更多同盟，也就能获得更多利益。说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双赢是把好处分成1人1半，一个苹果分成2份，这不是双赢，也没法让别人对你有更多好感。双赢是找到一个新的角度，让双方都能获得更多好处，每个人都能获得很多苹果，而不是一个苹果分2半。4. 放弃所谓的完美主义吧。任正非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方向大致正确，模糊的正确要好过完美精细的错判。放弃所谓的完美主义，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深刻的命题。任正非的这句话简洁而富有哲理，它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态度的体现，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阐述。在这个追求高效和速度的时代，我们往往会被各种完美的标签所束缚，不自觉地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极限。然而，这样的极限真的是我们所追求的吗？完美主义真的能带给我们满足感和幸福感吗？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所谓的完美主义并不是追求最好的状态，而是一种强迫性的倾向。它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达到最高标准，不容有任何瑕疵和错误。这种倾向往往会导致人们在面对任务和挑战时，陷入过度分析和预测可能出现的错误，从而无法迈出实际行动的步伐。长此以往，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仅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可能导致决策瘫痪，错失良机。任正非所说的方向大致正确，模糊的正确要好过完美精细的错判，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追求完美是一个无底洞，它可能会让我们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东西——方向。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方向的正确与否往往比精细的执行更为重要。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彼岸，即便过程中有些许的模糊和不确定性。相反，如果方向错了，即使我们做得再精细，最终也只能是离目标越来越远。放弃完美主义，
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追求卓越或是接受平庸。相反，它是一种更为成熟和理智的选择。它要求我们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能够接受不完美，能够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能够在模糊中发现方向。这种态度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时，保持灵活和开放，不断适应和调整，从而找到最适合当前情况的解决方案。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放弃完美主义意味着我们要学会设定合理的期望值。我们应该明白，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100%的完美，有时80%的好就已经足够了。这种80-20原则，或者说帕累托原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适用的。它教会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做出最有效的决策和行动。完美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普通人能追求到的，甚至所谓的成功人士耗尽力气都不一定能追求到。普通人追求完美主义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当我们多次被打击到的时候，就容易心态崩溃，放弃手头要做的事。追求完美主义到最后，连手头的事一点都做不下去了。以一种模糊正确的状态去做事，才更可能把事情做好。接下来，你无论要做什么，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就可以直接开始行动了。在行动中不断修改、调整，远远强于完美主义。5. 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张磊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弱水深长，取一瓢来喝就够了。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他迟早能成事。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代表着他们有极强的自我掌控能力。这个世界上90%以上的人对自己的身体毫无掌控能力，他们想做什么，却总是做不好。想减肥，坚持个3-5天放弃了；想赚钱，努力1个星期躺平了。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能掌控好自己的身体，他们是不是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好？想减肥就能减肥，想赚钱就能赚到钱，想找到好的对象就能找到好的对象。张磊所在的投资领域里面，几乎所有人才都是掌控自己的高手。他们不会因为下跌而慌乱地抛出，而是掌控自己稳定心态。他们也不会因为上涨带来的喜悦而盲目继续持有，他们会实事求是地分析，该抛出就抛出。那普通人怎样增强自我掌控能力呢？要增强自我掌控能力，咱们普通人得先从最基本的做起，就是先了解自己。你得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还有那些容易让你分心的东西。这就像是你得先认识你的队友，才能打好比赛，不是吗？首先，咱们得设定一些真正实际的目标，别那么天马行空，想一下脚踏实地能达到的目标。比如说，你想减肥，别一上来就想着1个月减20斤，那不现实。你得一点一点来，先设个小目标，比如1个月减2斤，这样看着就容易多了，也更容易坚持。然后你得有计划和日程，就像你出门得知道去哪儿一样，你得知道每天、每周你要完成啥。写下来，用 app 提醒，贴在墙上都行，关键是让自己看得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接下来就是行动了，有了计划，你就得按部就班去做，别拖，今天能做的事儿别往后推。开始可能有点难，但时间久了，你就会进入状态。就像是开车，一开始换挡啊、看镜子啊都手忙脚乱的，开久了就自然多了。当然，咱们都是人，有时候会犯错，会偷懒，这时候别太自责，重要的是及时调整。就像你开车走错了路，不可能一直往错的路上开吧，得赶紧掉头，找回正确的路线。最后，别忘了奖励自己，每次达到小目标，给自己点奖励。这不是溺爱，这是激励。就像你跑了好久，喝口水休息一下，能让你跑得更远。总之，增强自我掌控能力，关键是认识自己，设定实际目标，有计划有行动，出错了调整，然后不忘奖励自己。这样一步一步来，你会发现掌控自己其实并没那么难。人的行动是思想的投射，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6人都要去打造自己的护城河。护城河的概念其实来自投资领域。
张磊和巴菲特在做投资的时候有一个判断标准，他们会去观察某个企业的护城河怎么样。护城河在他们的投资决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一个企业如果护城河优秀，他们十有八九就会投。当下这个时代呀，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行业变化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快。护城河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护城河越牛的企业越能抵御外界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时间与竞争者，投资者也能获得长期不错的收益。在个人身上，护城河就相当于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越牛，他是不是就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下生存得越好呢？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公司是专门搞销售的，公司里的销冠就是护城河很明显的人。一般的销售只有销售能力，但他们公司的销冠不仅有销售能力，还有很强的自媒体思维以及财务思维。自媒体思维帮助这个销售做了很多私域，当别人还在到处跑业绩的时候，他只要发一个圈就自动成交了，这个效率天差地别。财务思维帮这个销售更好地和财务沟通，当别的销售还在因为发票各类财务事情和会计争执的时候，他随随便便就搞定了。这个销冠的销售能力加自媒体思维加财务思维，帮他打造了一个坚实的护城河。后面来公司的销售很难突破的这一层，同时具备这些能力。普通人如何打造自己的护城河呢？打造自己的护城河，听着是不是有点像在玩游戏，建造自己的堡垒那种感觉？但这事儿其实挺实在的，就是要让自己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有所立足，有点自己独特的东西，别人不容易抄袭或者替代。首先得找到自己的特长，这个特长的是你真的喜欢，而且愿意投入时间去打磨的东西。比如说，你可能特别擅长做手工，那就多花时间精进这个技能，做出一些独一无二的作品。这就是你的护城河，因为别人想模仿都得花相同的时间和精力，那可不容易。然后你得不断学习，保持好奇心。世界变化快，你得跟上节奏。比如你是个程序员，你就得时时刻刻学习最新的编程语言和技术。这样，你的护城河就是你的知识和技能，这东西随着你的学习是越来越宽的。接下来要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你的同事、朋友，甚至是你的竞争对手。人脉网络就像是护城河外的侦察哨，能给你提供信息，帮你把握机会，有时候还能给你提供帮助和支持。还有，别忘了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这个听着简单，但做起来挺难。你得有规律的生活，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精神上，你得有自己的放松方式，比如说听听音乐，看看书，旅旅游。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这是你护城河的基石。最后，你得有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可以是你的个人形象，也可以是你的工作风格。比如说，你做事认真负责，时间观念强，这就是你的个人品牌。别人一想到要找个靠谱的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总的来说，打造自己的护城河，就是要有自己的特长，不断学习，建立人脉，保持健康，还有塑造个人品牌。这样一来，你就有了自己的独特优势，别人想超越你，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思考的方向一定是要稀缺，也就是别人不能轻而易举替代的。成功确实是有迹可循的，虽然每个人的路径都不同，但成功的规律却可以借鉴和应用。很多人误以为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实际上，成功的关键因素可以学习和掌握。成功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由一系列的决策、行动和思维方式构建而成。就像巴菲特的100条成功经验，我们不必完全照搬，但可以选择其中1条或几条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逐渐积累成功的经验，提高自己的成功概率。不要再傻傻的埋头努力，因为努力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成功的关键在于智慧和正确的决策。通过学习和借鉴成功的规律，我们可以更明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取得更多的成就。成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向成功，只要我们能够理解并运用成功的规律。所以，让我们积极学习，不断改进自己，迈向成功的道路。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